是咱们陆航团的直升机吗？他们来了，我就急了，没有跑道。我们现在是第3号舰队，不攻不拦，打谁都没商量。那是，我们就附身帮你对一下。小沙河指挥所报道，帝军坦克团只有1个连的坦克进入伏击圈，后续坦克一直在2公里外走走停停。第2架无人机侦察报告，3号公路未再发现帝军坦克主力。后勤基地报告，发现帝军坦克部队、警卫部队正在组织防御作战，请求指挥部派兵增援。难道帝军真的迂回到我们后方了？参谋长，看来江海的判断力已经到了。江海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受电磁干扰，一直没联络上。这么说，他没有按原路返回。直升机已经撤离，2连是否可以展开攻击？命令2连立即发起攻击。明白，明白。307、308、309进入有效射程。团长，2连各部已进入有效射程，请求开炮。等等，再靠近点，再向前推进500米。团长，直瞄没问题了。我让哀军兄弟们看清楚来势汹汹的96A 坦克军什么样子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马拉多纳的长驱直入，什么叫泰山压路，什么叫铁流洪水，什么叫不知所措束手就擒。坏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样不行，强行进攻，地面上的坦克都变成直升机的活靶子了。通知各分队立刻转入防空作战，先干掉几局乌鸦再说。团长，我们指挥车通信系统完全瘫痪，无法与各车进行联络沟通了。各车注意，我是团长苦侠，立刻转入防空作战，立刻转入防空作战。是导演部看先锋过来的。这是江海他们吗？不是他，会是谁？报告首长，这是导演部发来的战况通报。11时30分，偷袭 A 军后勤基地的帝军坦克团2个营遭到 A 军武装直升机的拦截和持续导弹攻击，团指挥车被击毁，指挥系统瘫痪，多辆坦克和战车毁伤。导演部裁定，从11时40分起，帝军坦克团停止一切战斗行动，退出演习。命令前沿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各自目标发起攻击。是。跟江大队长联络上了吗？报告还没有，敌军电磁干扰一直没停。都退出演习了，他们还干扰啥？联通后，叫江海马上返航，不得延误。参谋长，就是沟通不上也没关系，再过10分钟不返航，油都不够了。这一点，江海比谁都清楚。我要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，不想再节外生枝了。明白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虎侠精心谋划的偷袭行动，因江海的突然出现而功亏一篑，并导致了帝军的全盘结束。如果江海就此收手，安全返航，或许还能功过相抵，减轻处分。偏偏他又来了个搂草打兔子。师傅，我们该走了吧？好，我们走。我们可以从这儿翻过山梁，直插回去，至少可以进50公里。听你的。动2、动3、动4注意，翻过山脊，沿最近航线返航。动2明白，动3明白，动4明白。回家喽。哎，王子，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不被团长处分就算不错了。哎，下面是什么？好像是帝军的电子干扰台。没错，干扰源就在这儿。原来他藏在这儿。干掉他！师傅，我们已经没弹了。再说演习也快结束了，但他还在释放干扰，说明战斗还在进行。我没弹没关系，动2机上还有火箭弹呢。这样，我们俯冲佯攻，动2随后攻击，搂草打兔子，扩大战果。这演习都快结束了，他干扰不干扰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。什么叫没关系啊？漏掉一个敌人就留下一个隐患，说不定明天你就栽在他手里。干扰我一上午了，我不打他打谁啊？我看啊，你是没仗打憋得慌。是，我早就憋疯了。通知动2，战术88要动。动2注意，动2注意，目标林中干扰台，执行88要动战术。动2明白，战术88要动。电子对抗是把双刃剑，在干扰对方的同时，也对己方通讯产生影响。显然，帝军电子对抗分队就始终没有收到坦克团已退出演习的通知，仍然保持着作战状态，不幸躺着中枪，而惹是生非的江海也没落得好下场。师傅，打电子干扰台的科目以前咱也没练过呀。你说的都是屁话，现在打不就是练吗？来，返航的油还够不够？返航是勉强够，要是再遇到别的情况，可就说不好了啊。行了，够回家路费就行。下去了。爽！不好，我们被导弹咬住了。看清楚没有？什么弹种？好像是肩扛导弹。我靠！坏了，我们被击中了！师傅，
这怎么回事？总局拉到头了，胜利还是不错。翻越山脊是不可能了。看来是不可能了，尽量保持平飞，冲出山谷。从山谷绕过去，油量肯定是不够的。先冲出去再说。叫栋梁下来，看看怎么回事。不行，师傅，我们迫降吧。要迫降也得飞出山口迫降，不能让董侠看咱们笑话。团长，指挥部来电，让我们晚上必须撤回驻地，明天一早开总结会。我们败了。是的。海军陆航团，我早晚要报这一箭之仇。哎，团长，你看，就是这小子，还没完没了呢！快，准备战斗！哎，团长，是不是出什么故障了？大队长，你先跟我们回去吧。不用管我，你马上返航，救援队会来的。过去看看。那是。飞飞飞！哎，来飞！哎，小林！哎！哎，机长，看，在那儿。小林！往嘴列看到了，现在情况有点复杂，可能降落有点困难。机长，我们再下降点试试看吧。好的。王子，我是指挥中心，情况怎么样？报告指挥中心，我们已经发现了伤者和2名军友，但是现在下面情况比较复杂，谷底全是乱石，根本就没有可以降落的地点。山谷里一共有几个人？我们只看到3个人，一个是夏日伤员，还有2名夏日女友陪伴在伤者身边。不好，大队长，山顶上的油层在加厚，这是要下雨呀！如果再看不清两侧的山体，这直升机摇摆不定，将会有撞山的危险。连长，我们绕后边地方再试试看吧。好。杨军队长，我是江海。
如果情况复杂，确实不适合降落，请你立即返航，立即返航。明白，立即返航。接后方指挥所。团长，我是江海。天门山峡谷地形极其复杂，杨军他们已到达伤员所在高地上空，但无法降落。山体现在出现积雨云层，有降雨的可能。前方指挥所决定暂停直升机救援行动，我已命令机组返航。情况我已经清楚，刚接到军部通知，军部指示，在天平山附近训练的特战旅派出一支小分队增援你们。直升机返航后，原地待命。是，原地待命。团长，我给你汇报一下，这沟里边连1平米的平地都没有，而且谷里面风很大。我们返航的时候，山里边都已经开始下雨了。文斌呢？他在后边，一会儿就到。过来了，先去休息。行。到。特战分队的吧 ？A 集团军特战旅一营副营长严建行受命前来报道。我是陆航团1大队大队长江海，你好。你好，江队长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的直升机去峡谷侦察了，发现沟里太窄，全是乱石，直升机根本无法降落。现在沟里又下起了雨，只能放弃机降落的计划。上参谋，到。照片。沟底的照片。这个地方叫黑龙湾，我以前高野战训练的时候到过。如果说现在沟底正在下小雨，那么山顶就是中雨到大雨，不出1个小时，山洪就会下来，到时候伤员和驴友可就危险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好，知道。报告，战号队长，3位驴友打来电话，现在受伤的人员已经昏迷。啊？江队长，我想起来了，黑龙湾往里延伸80多米的地方有一块充气平台，直升机可以降落吗？急降恐怕不行。哎，但是如果把伤员转移到这块平台上，你们直升机在平台上方悬停，用绞车把伤员吊上直升机，救出人来，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。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。不过，这个黑龙湾再往里去啊，两侧的峡谷可就更窄了，山风很大，对直升机的飞行和悬停都有困难。你们有把握吗？首先要考虑直升机的安全，冒险飞行不可能成功救援，应该考虑其他的救援方案。大队长，现在的地形情况还有气象条件实在不适合营救，这真要是进去了，如果遇到风切变，那是相当危险的。刚才我们在上面的时候，已经摇摆得非常厉害了。张队长，如果直升机进不去的话，那我们只能考虑徒步进山，把伤员给抬出来了。尚连长到，马上通知2排，带上卫生员跑步进山，无论如何要在天黑前赶到黑龙湾，务必把伤员给我活着抬出来。记住，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抢救伤员，不是搬运尸体。明白。等一下，杨队长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们陆航飞不进去，我们特种兵只能徒步把人救出来了。谁飞不进去啊？我要飞进去怎么办？师傅。好啊，我们跟你进去，你把我们锁降在沟底，
我负责把伤员转移到冲击平台上。只要你们能放下吊索，我保证把伤员送上直升机。你等等，团长，我是江海，有一个紧急情况向你报告。请讲。目前伤员已经昏迷，山里开始下雨，如果不尽快救出伤员，山洪爆发，伤员和旅游疏浚将不堪设想。特战队的袁副营长提出一个可行性的营救方案。喂，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吧，人快不行了。我们正在想办法，请再坚持一下。喂，江大队长，伤员快不行了。江海的请求再一次把左童军逼到了悬崖边上。作为指挥员，他十分清楚，他的决定将对他本人、对江海、对沟底下的伤员来说，都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决断。一旦失误，他将负全部责任。但左童军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。需要营救的一共几个人？1名伤员，2名旅友。好，江海，我同意你们的方案，一定要和特战分队密切配合，齐心协力完成救援任务。团长，我有个请求。讲吧。这次进山由我来指挥，等分完这趟，我再继续停飞。如果需要，可以再延长停飞的出发时间。啊，被停飞了？为什么呀？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是这样的，上次参加南锦3号的军事演习，我们大队长违抗命令擅自行动，带领我们陆航编队攻击了敌军的坦克团，还干掉了敌军一台电子干扰台。最后被人用监控导弹给打中了，这不就背了个处分，停飞2个月，到现在这停飞令都没撤销呢。哎，原来那天被打下来的人是你啊！团长，我从来没求过你，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求你，请求你批准我假期进山。团长，你要是再不同意，我就……你急什么？谁说我不同意了？江海，到。我宣布，从现在起，暂时解除你停飞处罚2个小时，立即执行营救任务。因情况特殊，你担任临时机长，杨军为地面指挥，刘小斌负责空中瞭望，机械师为绞车手，与特战队密切协同。必须在天黑前将3名被困人员一次救出，执行吧。是。杨军机长，由你根据当地气象条件指挥救援行动。是。段长，你怎么能同意让江海飞呢？你担心什么？命令是我下的，有问题我负责。刘小兵无神飞呢？刚才传回来图像你也看到了，这样复杂的情况，刘小斌飞，我能放心吗？再说，我要是不同意，你以为江海就不会飞？他这个处分刚可以上，我能再让他添加一个违抗命令的处分吗？哦，因此你就顺水推舟。我只能因势利导，委曲求全，等他回来再说。
知道了。你们俩有事吗？可以走吗？照顾好他。江大队长，江大队长，我们已到沟底，请你们守候等待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这样，你们俩还能走吧？好，我来背着他，把他转移到那块平台，好吧？走。坚持住啊！我们快到了。江大队长，江大队长，我们已经到位，你们可以降低高度，放下脚车。
军陆航直升飞机从深山峡谷里救出，并已安全送上了救护车。我们也看到伤员伤势很重，但神志还算清醒。我们从救援指挥中心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在营救这名伤员的过程中，有一名解放军特种部队的副营长不幸被突发的伤痕冲走，目前下落不明。江海知道，当初他要求驾机进山的冲动，就是来自袁建行对陆航飞行员的藐视。这种军人间的暗中较劲，正是军人血性的表现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袁建行的音容笑貌一直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，总觉得袁建行还活着。听说这3天2夜，老百姓把洪水经过的所有河道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发现袁营长的遗体。怪我，还是怪我。其实我知道，当时发动机的动力还是够用的，还可以再下降10几米。可是我犹豫了，我怕云层越来越低，返航的时候看不清山头。其实，我再下降一次，也许袁副营长就可以得救了。师傅，你就别后悔了。我当时看得很清楚，他就是不想抓住吊钩，他就想让我们赶紧飞走，赶快远离山谷。当时的危险性，他自己是很清楚的。但是我总感觉他没死，他还活着。为什么？临登机前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印象很深，有点匪夷所思。原来那天被打下来的人是你啊！匪夷所思？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那么兴奋。知道是谁用江钢导弹把我打下来的。原来那天被打下来的人是你啊！3天后，天平山下有人发现山顶有闪亮的光点，怀疑是失踪了3天的解放军副营长，马上通报了驻军部队。A 集团军命令陆航团迅速派出直升机前去侦察和营救。团长，我跟着去吧。任务是2大队完成，你去干嘛？袁副营长是跟我一起参加救援失踪的，我这2天闭上眼睛都是他。现在有了他的线索，你说我能不去吗？再说天门山我也熟悉，我也飞过，你就让我去吧。什么事都落不下你，去吧。是。
袁副营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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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袁副营长，袁副营长。 先不到担架上，别动，让他也恢复一会儿。他是用这个小镜子报的信。袁营长。 你醒了，哎，是我。又见面了，军长，我是吴征队长，伤员找到了，正在恢复。袁营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事，我没受什么伤，就是太累了。吃点巧克力，恢复一下体力啊。 如果今天再找不到你，我都准备去烈士碑前给你送花圈了。阎王爷呀，嫌我长得太难看，你不要我。你呀，是早有准备吧？啊，是吧？还带一面小镜子。这个是我老婆，这镜子呀。 就是他送给我的，他让我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用，这样我俩就能每天见面了。你爱人的心可真细呀！多亏了他，这次是他救了我呀。有的人说呀，战争让女人走开。 可是我不行，我想的是他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。谢谢。刘副营长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还有10分钟，我们就可以登机了。 慢点儿，别叫我袁副营长了，你就叫我袁建行吧。哎，叫老袁最好，大家都这么叫我。好，就叫你老袁。那老袁，我是亲眼见你被洪水冲走的，你是怎么逃生出来的？这个也算我是命大吧。我被洪水冲了200多米左右的时候，抓住了一根树杈，我把树杈横过来。 顺着水又漂了10几米，树杈正好横在2颗岩石当中。我在大洪水来之前，爬上了一侧的岩石。第2次洪峰下来的时候，正好从我的脚下过。我知道，这个时候还得往上走。第2天，我准备下山，可是突然发现溪水非常浑浊。多年的野战经验告诉我。 暴雨以后的山谷是最危险的，我只能再往上走。果然，下午的时候，泥石流就下来了，我这又躲过一劫。我知道，这个时候只能顺着山往上。到了山顶就好办。我看到了月亮和星星。 辨别出方位，只要再往上爬，翻过山顶，就可以看到城镇了。
我想鸣枪报警，可又怕引起恐慌。毕竟，山下老百姓还在睡梦中，枪声一响，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。哎，老袁，那天有一件事挺奇怪的，一直想问你来着。啊？哎，什么事？你说吧。啊，就是那天临近山的时候，你突然跟我说，原来被打下来的就是你。难道你知道是谁用尖管导弹把我打的？真想知道是谁把你打下来的？当然，被人打了还不知道谁打的，跟挨了一闷棍似的，窝囊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打的。是你用尖管导弹打的我啊？对，是我打的，是个 F-006。你是 A 集团军的人，怎么打自己陆航团的直升机呢？那次演习啊，我们特战营的一个分队被抽调到总部，任务呢是担任第三方势力，既不属于红方，也不属于蓝方。首长要求我们在红蓝双方产生对峙焦灼状态的时候，择机对其中一方或是各方发动袭击，搅乱战局，有意制造战场混乱，让对抗演习的形势变得更复杂、更逼真、更贴近实战，以此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。可是帝军已经被打败了呀，我们已经返航了。是，你们攻击帝军坦克团的整个战斗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，目睹了那场别开生面的持久大坦克。可是后来啊，你们有点得理不饶人了，在返航的途中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。说这个，咱们还没上手呢，什么事都没干，这演习就结束了。谁知道他们坦克团一上陆航团就变这熊样了？是消息，帝军电子干扰。上F-6。军长，你要打不陆航团。这场仗有点贪得无厌了。刚刚低空飞过，现在又再次返回，怎么？你看地面部队就没有防范吗？往哪儿跑？往哪儿跑？就是没想到啊，把你江大队长的座驾给打下来了。打得好，我一直想找这个人，没想到原来是你。那，握个手吧。好。不是冤家不聚头。小羚羊，看清楚了，433高地北侧，步战车15台，向南运动。坐标908-420。报告机长，数据传输完毕。明白。炮兵打得准，首先是咱们侦察情报组。干好。姐，咱们今天的飞行航线实在是太明智了。想跟师傅学艺啊，要动点脑筋的。你是怎么想到突然改变路线的？
拐到东边的山沟靠上去，而且离得那么近，敌人都没有发现。学着点吧。今年什么风向？西北风啊。我一进战区就发现，敌人击不赢西边可以隐蔽的山梁，距离公路有2公里之多。距离虽远，不易被发现，但是目测观察容易产生偏差。但是东边那片丘陵地距离公路有800米，如果要是能再近一点的话，侦察的效果会更准确一些。今天又是西风，我们飞他们的东边，正处在他们的下风口，直升机的声音不会被他们发现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姐太有才了。那是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你跟江大队长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这你都发现了？可以嘛？王子说的呀，他们大队长啊，研究直升机战术，就跟着了迷似的。而且每次演习呢，他都能有不同的想法。人家走1步，他能走3步。你们家小王子也不错呀，姐。你一直还没跟我说过，小5、小6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嗨，我也是听说的，别往心里去。没事儿，你说嘛。我真说了啊。那天疯子里电话说呢，好像你们家小王子之前不止1、2个，好像最少也有5、6个，所以你排行老6，叫小六子。他怎么这么花心啊？老杨，江大队长，你怎么下床了？来，余营长，这伤筋动骨100天，这才几天啊就开始折腾了？没事，多休息呀。没你们说的那么严重，怎么回事？我心里有数。还不严重呢，我可是亲眼见见被山洪给卷走了，那沟里那么多乱石头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活下来的。哎，你不会是让神仙给救了吧？是啊，那不是我老婆了吗？护身符在身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特种兵啊，不但要训练这个攻击技能，更重要的呢是要学会自我保护。我跟我的队员们都说了，无论是什么情况下，只要你们出任务，必须把防护装具给我全部带齐。你看我当时全身的防护，这才保住了一条命。保住命就算不错了啊！哎，老袁，不是你现在小脸白白净净的，喊你老袁有点别扭啊。哎，老袁，我这次来啊，是想向你请教，用肩扛导弹打直升机的诀窍是什么？你这怎么那么记仇啊？什么记仇啊？我是正儿八经来请教的，要不我给你跪一个？跪一个。哎，你当我不敢啊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第一点，直升机在突然爬升的时候，它机尾的热能比较集中，红外制导雷达容易捕捉得到。你这个时候夹角小，你导弹在空中飞行的时候，自身调整的幅度小，它速度就更快啊。这没想到，你对直升机的飞行还挺有研究啊。未来陆军作战中，这个特种兵行动和直升机的配合，以及对武装直升机的反制，这都是重点课题。1000米以下的空域应该是我们陆军的主要战场。你看人家美军，这几十年的战争中，哪一仗离开过直升机啊？尤其是特种作战，你特种兵和直升机的配合，那就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左手和右手的关系。哎，那个《艰难一日》那本书你们看过吧？那就是一个直升机和特种兵的典型的战例啊。这本书你也看过呀？看过呀，在这个书还没出来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对这方面的作战方法有过研究了。老袁，谈谈你的想法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先聊着，接个电话。喂，露露，驻训结束了。快了，你忙什么呢？我啊，训练呗。那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是吗？我想着这再过半个月不是有个10天的假期吗？到那个时候我去看你，我就把一肚子的话都告诉你。我听说你手机里有一段特别好听的录音是吧？能放给我听听吗？录音？啊，我是有一些好听的歌，要不晚上吧，晚上我都传给你。我要听小五的。小
小五子啊。听谁说的？江大队长啊，我听说还特别感人呢。完了！现在我们陆军部队中啊，这兵种之间本来就不是很协调，你更不要说跟空军、海军的协同了。如果我们自己兵种之间能够协调起来，那你这个战斗力的提升就不是1+1等于2的概念了，那就是成倍翻倍啊！比如陆航和特种兵的结合，利用陆航的快速机动性和特种兵近战渗透能力强的特点，两者结合起来搞一次要点夺占的行动，应该是最理想的构成。没错，我们军里面的特战旅和陆航团，它就没能形成一个战斗体系。你看，你们光管投送，落地以后呢，我们就孤军奋战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地空协同啊！老袁，你要有这个想法，咱俩搞一个陆航和特种兵的一体化训练方案。行啊，哎，这个弄出来以后，咱们可以在集团军内部搞一次联合演习。我看有门儿。哎，我说你煲电话粥呢，一个电话打24小时了都。哎，我们刚才有一个联合训练的想法，你也不过来听听？我听着呢，我在外边都听着呢。哎呀，行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吧，你也多休息，我们走了。那我送送你们啊！别，你可不能动啊！一切等出院再说。哎，对，你刚才怎么了？跟小林阳闹别扭了？这帮年轻人啊，谈恋爱就是忽冷忽热的，我估计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吧。拉伸太猛就会失速，失速就会往下掉。有改出方案没有？你为什么要跟小六子说小五子的事儿啊？跟什么小六子说小五子的事儿？我连小六子电话都没有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我也不是不愿意相信你，那可是刚才电话里头，那露露跟我说的有模有样的，还非要听小五子那段录音呢。他怎么知道录音的？对呀，那他怎么知道这段录音呢？啊，我只是跟你一个人说过这段录音的事儿啊，我一直都是深藏不露。那你把他删了不就完了？你不是跟我说过让我跟小五子先抻着吗？行，你这破事儿你自己处理，好好琢磨琢磨我那方案吧。师傅，没完了是不是啊？我不跟你说这个了，我是想劝你，劝我什么？方案就别想了。为什么不想啊？我觉得成不了。你个乌鸦嘴！我这什么还没做呢，你怎么知道成不了啊？师傅，你想想，从我认识你那天起，你不是设想这个就是运作内容、方案了、计划了、构思了、设想了，还有你那些什么各种各样的总结，有几个落实了？是没几件落实的，但总归是有点收获吧？对，收获了几天禁闭，还有一个警告处分。这当兵的哪有一帆风顺的？这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。我看你这是自娱自乐。师傅，你说你以前自己折腾自己也就算了，我是你徒弟，我乐意陪着你玩，也算是个跑龙套。但现在你又要拉着人家袁副营长，我看这老袁迟早就被你带到沟里去。你放屁！我跟他是志同道合，相见恨晚。我告诉你，这回靠谱。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我今天就把这话放这儿，你放。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；愿望越美好，失落越深重。哎，你看，不能说你俩，我先走了。臭小子，今天这怎么了？小羚羊，你快一点，就你磨叽。哎呀，来了。花米，把你们的个人物品都收拾好，就放在原处。待会后勤的同志会过来收取，统一上运输机。陆参谋，你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我们就连夜转场吗？对，新的航线已经确定了，我们要结合夜航训练，直接飞回团里。那是不是会在 A 集团军加油啊？哎，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是新的航线，不按旧的线路返回了。待会参谋长会过来直接下达任务的具体要求。唉，你跟小王子重逢的计划又泡汤了。正好我也不想见他，不去他们场站停留，也就避免了见面的尴尬。哎，你等等，什么情况？风向有变啊？不想见就是不想见嘛。
你是不是给小王子打电话了？问小五子的事情了？你跟我进去说清楚。走，走。怎么回事？你说。他跟我说了，确实有小五子的存在，而且他们都已经谈了好几个月了。怪不得疯子跟我说这个事儿。姐，那疯子大队长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呀？疯子就是说，这小子小五子的事情还不知道弄清楚了没有，怎么就跟小阴阳好上了呢？就是意想不到呗。他真这么说的呀？各司大意吧。姐不想拆散你们俩，真的希望你们俩能终成眷属，不然我也不会管你们俩这闲事儿，对不对？我跟他提那段录音来着。那他怎么说呀？他说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儿。他说他跟小五子已经彻底掰了。我说那疯子大队长怎么说有那段录音呢？他说是疯子瞎说的。疯子骗我？不可能吧？我们这次转场不路过他们团，要是路过他们团的话，我一定要好好问问他。要不现在就打电话问问他？现在打电话没用，我一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装，又捏鼻子，又说信号不好，他就怕我跟他面对面，见了面他什么病都没有了。行了，你要自信，我也要自信，什么疯子王子一起拿下。你们看一看，新的航线都已经标识在上面了，估计待会参谋长讲评的时候啊，也会比较简单。哎，我听说了一个新的情况。什么情况？你们俩回团之后啊，可能要去改装学习新的机型。新机型？什么机型啊？内部消息，据说是直8型的空中预警机、空中指挥机。Yes， 太棒了！可能啊，你们要去陆航学院模拟系，先飞2个月的模拟机，到时候再飞实装。哎，这可是内部消息，你们俩不要给我说出去了啊！明白。好，那我走了。Yes。露露，看你的心情好多了。只要一想到能开到新机型，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这倒是，我也挺期待的。姐，咱们这回不路过疯子那儿，你觉得有点遗憾吗？说不遗憾是假的。我本想趁热打铁，把我们俩的事儿给定下来，把结婚报告一出，那就 OK 了。谁能想到返航要飞新航线？唉，算了，让他再疯几天。看好飞行状态，保持高度3000米。明白，高度3000米。放轻松，盯住仪表，高度、雷达，柔和拉起。爬升到3500米。明白。保持航向稳定。行啊，他俩改装才飞了2天，掌握的不错啊。黑天鹅毕竟是黑天鹅嘛。再给他们俩出个特勤。大姐，燃油报警。我来飞，你注意观察地面目标，选择备降场。是。检查速度。柔和降落。保持平衡。